我把自己的坟给刨了，我被闺蜜害死，爸妈确认她当干女儿，男朋友也马上要和她结婚了，我得搞出点事情，让这帮蠢货发现我是冤死的。3更半夜，深山老林，1锤2锤3，哎呀，哪个王八羔子打我？我愤怒地站直身体，放下手中的大铁锤。不对，我都变成鬼了，咋还有东西能打到我？转过身子一看，后排的墓碑上坐着一个极为俊美的男子，白皙瘦削的脸，高挺的鼻梁，一双略微上挑的凤眼，斜斜地睨过来，说不清的风流多情。啊！我爆发出一阵尖叫，冲上去抱住他的腿。陆星河，你是陆星河？活着的时候看不到，死了反而见到我粉了10年的爱豆。哎呀妈呀，死晚了！陆星河嫌弃地推开我，飞扬的浓眉拧出一个川字。你是我粉丝？我的粉丝不可能这么没素质。我委屈巴巴地看着他，我怎么就没素质了？死者为尊，人都死了你还朝人坟墓撒气，做事情也太绝了吧！我看了眼完好无损的墓碑，砸自己坟也不行，这是我自己的坟，有仇也不行，人死如灯灭。你训斥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我死的第3年，我是蠢死的。我和闺蜜张薇薇一起去泰国旅游，住在一间家庭式旅馆里。晚上有人入室盗窃，张薇薇刚好开门出来上厕所，小偷见色起意，想要对她下手。我听到动静跑出去救她，趁着我和小偷扭打在一起时，张薇薇跑进自己卧室，反锁了门。小偷带了刀，我就这样被他捅死了，小偷也跑了。那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岛，岛上住户不多，连路灯都很少，更别说监控，所以警察也一直没抓到凶手。事后张薇薇颠倒黑白，说我去上厕所时被小偷砍了，她听到动静出来时已经晚了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拼命地在救明珠了，可是还是来不及，为什么我这么没用？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我爸妈还在那安慰她，孩子，不怪你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我当时飘在一边，气得差点魂飞魄散，2次死亡。所以你就来刨自己的坟？我沮丧地蹲在一边，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圈圈。昨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男朋友来给我上坟，说他下个月就要和张薇薇结婚了。我弟弟也来给我上坟，说薇薇姐要结婚了，我爸妈准备给她送一辆车当陪嫁。我死的这几年，幸亏他经常来看我爸妈，安慰他们，陪伴他们。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连这片公墓都出不去。最可恶的是，这公墓都是张薇薇给我挑的，说我生前说过最喜欢风景好的地方。这地方风景好是好，就是离市区特远，而且山路18弯，非常难开。我家人来回一次得花4个小时，所以现在爸妈也慢慢的很少来看我了。只有在清明、忌日、冬至的时候会来烧个纸，平常基本不来了。我家里人特迷信，我寻思着在坟上弄出点动静来，这边管公墓的肯定会通知他们，他们也许就能发现什么。陆星河同情地看着我，还有我手中的大铁锤。你这铁锤哪儿来的？我朝隔壁坟努嘴，隔壁大叔借我的，他生前是个敲墙的，他儿子就烧了个铁锤给他，说要是在地府找不到活干，还能干老本行。做鬼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，不能托梦，不能出自己的公墓，也无法触碰到人世间的任何东西，花草树木都碰不到，更不用说活生生的人了。我们眼里的活人身上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火焰，我要是想去触摸，自己就会先烧成灰，魂飞魄散了。所以我只能干着急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眼睁睁地看着张薇薇乘虚而入，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。我的男朋友爱上了她，我的父母认她当干女儿，我的弟弟把她当成半个姐姐。我忍不住大声痛哭，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已经折磨了我快3年了。别哭了，陆星河抚上我的头顶，像揉小狗那样摸了摸我的脑袋。我依然哭得停不下来，并开始打嗝。陆星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按住我的头，将我的脑袋向左拧了90度，正对着我的墓碑。我的粉丝可不能随便让人欺负。话音刚落，我的墓碑裂开了。卧槽！我像个窜天猴一样噌地跳起来。只见我的墓碑从中间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，像被一把斧头劈成了2半。偶像，你不愧是我的偶像，咱们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在上面列出冤枉2字，就是那种用裂缝拼起来的汉字。陆星河翻了个白眼。啊，为什么有人连翻白眼都可以这么帅？你当我变戏法的呀？不能。不对呀，我记得你的目的在城南啊，你怎么能上这儿来？我回过神来，才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一般的鬼死后只能在自己墓地方圆100米内活动，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将我们盖住一样，怎么努力都是出不了那个屏障的。陆星河是我多年的偶像，我从初中就开始喜欢他了。在我高3那年，陆星河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，被头顶掉下来的巨大屏幕砸死了。陆星河是我们本市人，我还去参加过他的追悼会，也曾偷偷的跑去给他上过香。他的坟地离我们这儿很远，基本上横跨了整个航程。陆星河眉眼都变得柔和了起来，他从怀中掏出一本书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这个呀，多亏了我的一个粉丝，他给我烧了本《鬼仙修炼大法》。
我闲着无聊，就按照上面的功法修炼，练着练着，我就能来去自如，也能触碰到其他东西。现在甚至有了一些法力。我报了仇，也报了恩，还经常能去看看我父母，也算得上是鬼生无憾了。我大为震撼，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，居然会有这妖巧。你看看书的扉页，上面是不是写了送给最爱的陆星河，你最可爱的粉丝秦明珠？是我呀，陆星河，这书是我送你的呀。我激动地站起身，拉着陆星河的手又蹦又跳。高中时我迷恋修仙小说，知道陆星河的死讯时难以接受，就在网上偷摸买了本书烧给他。没想到真的能帮到陆星河，实在是太好了。陆星河瞪着眼睛，一脸吃惊地看向我，我拉着他跑到我墓碑前，指着墓碑上的字对他说：“你看呀，秦明珠，真的是我呀。”身体陷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这是我做鬼3年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人的体温，就像是寒冷的冬天，躺在暴晒了一天的被窝里，满满的都是阳光的味道。我碰到过其他的鬼，阴冷潮湿，像一团刚捞上来的水草。不愧是我的爱豆，做鬼都做得不同凡响。秦明珠，谢谢你。陆星河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将手中的书递给了我。你的仇，哥哥帮你报。我捂着嘴，激动地哭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公墓的工作人员照例巡视检查时，被我坟墓的惨状给吓傻了。为了加强效果，昨晚陆星河还去山上摘了不少花，用花的枝叶在我的墓碑上写了个大大的冤字。血红的冤字，裂开的墓碑，还有坟上爬满的各种虫子，差点没把那小胖子吓尿。偶像，这些虫子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？我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。陆星河弹了下我脑门，越夸张越好。巡视的小胖子吓疯了，找出电话本给上面的人疯狂地打电话。2小时后，我爸妈来了，我弟弟来了，我男朋友来了，张薇薇也来了。看到我坟墓的惨状，张薇薇吓得当场瘫倒在地。一定是有人的恶作剧，是谁？连明珠死了都不放过。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，为什么要去欺负明珠？明珠，我真的好心痛啊！张薇薇反应过来，抱着我男友沈子墨失声痛哭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是她男朋友了。我弟惨白着脸，眼眶通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开始疯狂地在周边转圈。姐是你吗？你给我出来！是你回来看我们了吗？我爸和我妈则互相搀扶着，哆嗦着嘴唇，满脸都是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看着曾经最亲近的家人，想冲过去抱住他们的念头压过了一切。爸妈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要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们。就在我快要碰到我妈妈的手臂时，陆星河拉住了我。明珠，你冷静一点。沈子墨蹲下身，颤抖着手抚上我墓碑上的照片。明珠，是我要和薇薇结婚，惹你不高兴了吗？你是不是不希望我们结婚？照片里，我的眼睛流下了2行血泪。啊！刚才还深情款款的沈子墨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然后便4脚朝天的朝后摔去，等不及有人来扶，自己就连滚带爬的站了起来，躲到了我弟身后。我弟用力的甩开他，冲上前抱住我的墓碑。姐，是你吗？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？你知道我们有多想你吗？我爸妈也扑上前来，摸着我的照片，开始嚎啕大哭。囡囡，你是有什么冤屈吗？你和爸妈说啊，你这个狠心的女娃，走了这么多年，连个梦都不给我们托。沈子墨抱着张薇薇瑟瑟发抖，我爸妈和弟弟对着我的墓碑抱头痛哭，现场混乱一片。我站在一边，急得跳脚。星河哥哥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陆星河张开双手，摆出一个非常帅的姿势。就在这时，天上的乌云突然散去，大片的阳光洒落下来，将墓地笼罩在金光中。明珠，跑啊！陆星河一把拉着我飞向墓碑后的槐树，两人躲在树荫下，庆幸地长舒一口气。鬼不能碰见阳光，尤其是像这种正午的阳光，至刚至烈，可将我们灼烧焚化。你都可以来去自如了，还是不能晒太阳吗？陆星河点点头，我现在也只能在下午4点以后出来，被晒一下倒不至于像你们一样灰飞烟灭，但是也会受很重的伤。墓地上此刻已经安静了下来，我爸妈还在那小声的抽噎，张薇薇和沈子墨在一边劝慰。叔叔阿姨，我也非常希望能见到明珠，但是咱们要相信科学。这是有人拿明珠的墓下套，想来骗钱，要让明珠死也不得安宁啊！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坏人找出来，不能让明珠死了还要被人家欺负。我爸妈显然犹豫了，虽然迷信，但是撞鬼这种事情实在是太玄乎，他们也担心这是不是又是一场骗局。我家条件好，光是房子就有7、8套，还有厂房和一些商铺。我刚死的时候，许多民间术师找上门来说可以让我家人见我一面，结果毫无意外的全是骗子。我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冲向了公墓的门卫处，过了一会儿，手里拿着3根香跑了过来。顶着太阳，他跑得一脸汗。他颤抖着手将香插进我墓碑前的香炉里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姐，你要是能看见我们，你就发个话，我知道是你，肯定是你。香燃了起来，发出一阵好闻的檀香味儿，我有些饿了。陆星河伸手一挥，3根香齐齐地断裂，像被刀劈了一样。我弟呆滞了片刻，又冲去门卫室抱了一大捆香。他点，陆星河批。
不一会儿，我墓碑前就散落了一地的细香。我拉了拉陆星河的衣袖，偶像，咱不能直接现身吗？陆星河摇了摇头，人鬼殊途，你要现身，起码要按照那本书上的方法潜心修炼1年。我在白天也无法现身，而且这是你的仇，我沾染太多，对我们俩都不好，只能在一边协助你。哎，复仇之路，道阻且长。我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对着我爸妈坚定地说道：“我姐肯定出事了，她有话想和我们说，但是没法说出口，咱们不能让她一个人干着急，我们回去找人想想办法。”好小子，我开心地看着他，很想像过去一样摸摸他的头。我的傻弟弟长大了，都会动脑子了。一行人收拾好我的墓地，我爸妈在那儿联系订了块新的墓碑，过几天来给我重新安上。张薇薇站在边上一言不发，眼神幽暗晦涩。好不容易等到晚上，陆星河拉着我直冲墓地的屏障。他很顺利地飘出去了，留下我贴在屏障上，死活出不去。他不死心的又推又拉，发现我怎么样都出不去。我们俩蹲在地上一起叹气。什么叫咫尺天涯？这就是了。正在这时，远处蜿蜒的山路上开过来一辆汽车，车灯在漆黑的夜色里分外醒目。车子里下来3个人，一个老道士，一个年轻和尚，还有张薇薇。陆星河带着我躲到一旁，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。张薇薇恨恨地盯着我，眼神像毒蛇一样冰凉阴狠。秦明珠，你为什么死了都要让我不得安宁？这些年，你爸妈口口声声地说把我当亲女儿，我结婚却只肯陪嫁一辆车，连套房子都舍不得。呸！虚伪！沈子墨家里摆满了你的照片，他只是把我当成你的替身。除了没你有钱，我哪里比不上你？你知不知道是我先认识的沈子墨，是我先爱上他的。你只是失去了生命，我呢，失去的可是我的爱情。我活了20几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陆星河目瞪口呆地看着张薇薇，被他的话镇住了。反应过来以后，他一巴掌拍上我的后脑勺。秦明珠，你这是什么眼光？交的什么朋友？我有点心虚，张薇薇之前就最喜欢琼瑶阿姨，动不动为里面的女主同情落泪，感同身受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咆哮完以后，张薇薇开始发话了：“你们俩动手吧，就算做了鬼，我也要他魂飞魄散。事情办得好，钱可以再加。”老道士和年轻的和尚显然也被他刚才的话惊到了，尤其是那个年轻的圆脸和尚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：“难道这就是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？”无量天尊留着把山羊胡的瘦削老道士摸了把胡子，挥了挥手中的拂尘，率先反应过来。只见他踏起4方步，嘴里开始大声地念起咒语，绕着我的坟墓快速地绕圈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孽障，给我收！最后他蹲着马步，左手在胸前竖掌，右手高举个黄色葫芦，对着我的墓碑一声大喝：“就这，念一首《道德经》就能抓鬼了！”我和陆星河同时感觉到鬼声受到了侮辱。陆星河双手飞快地结了几个印，手指翻飞，快出残影。我崇拜地看着他，不愧是以前的 rap 小王子，人家这是有先天优势啊！去！随着陆清河一声轻喝，公墓里刹那间飞沙走石，狂风肆虐。伴随着四处飞舞的树叶，无数的蛇虫鼠蚁从四面八方钻了出来，迅速地朝张薇薇3人爬去。等风过去，张薇薇他们3人睁开眼，放下挡着脸的手臂时，已经有2条蛇缠上了张薇薇的脚踝，还有一只老鼠蹲在她的脚背上，小腿上也趴着2条手掌般长度的黑色蜈蚣。现在是初秋，张薇薇从来都很注意个人形象，她穿着条刚到膝盖的蓝色连衣裙，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薄毛衣开衫，显得温婉又动人。所以没有裤子的遮挡，这些老鼠、蜈蚣、蛇就这么非常直接的和她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啊啊啊啊啊啊！现场爆发出一阵凄厉的人叫声和一阵更为凄厉的鬼叫声。我嗖的一下跳上陆星河的背，惨白着鬼脸，叫声直逼女高音。黝黑肥胖的老鼠滑腻冰冷地纠缠在一起，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蛇，还有那些硬壳泛着幽光密密麻麻的蜈蚣，最大的那几条甚至有半米长。这幅场景看一眼我都能当场去世。陆星河背着我飞上一旁的树，好了，别叫了，那些东西又碰不到你。做鬼的我都被吓成了这副样子，更不用说站在风暴中心的张薇薇了。只见他一边疯狂地尖叫，一边拼命地抖着腿，想把脚上的东西甩出去。他穿着细高跟，在这种剧烈跳动下，只见他脚一崴，整个人朝地面扑了过去。张薇薇扑到地上以后，老鼠和蛇迅速地跳上了他的背，脸上也爬上了几条蜈蚣。只见张薇薇疯狂地在地上翻滚了几圈以后，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我都有点不忍心看了，幸亏我已经死了，不然天天要做噩梦，这场景实在是太可怕了。那道士和和尚不愧是练过的，两人老早就跃上了一旁的墓碑，惨白着脸瑟瑟发抖地站在附近的墓碑上，抖得像2只风中凌乱的鹌鹑。所以地上只剩下可怜的张薇薇一人，仰面躺在那儿，身上爬满了蛇虫鼠蚁，弱小又无助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蜿蜒连绵的山路上又有2道白光闪现，这是又有人上山了。是谁？偶像，有人来了。
我从陆星河身上跳出来，颤颤巍巍地站在树枝上，抱着陆星河的手臂不肯放。陆星河挥了挥手，这些虫子就像潮水一般退去，仿佛刚才恐怖的一幕只是幻觉。哦，地上还留下了几条小蜈蚣的尸体，那是被张薇薇翻滚时压死的。和尚和道士依然立在墓碑上，一动不动，好似两尊雕像。车子熄火停下，我仰着脖子看去，夜色朦胧中只看到两个高大的身影。薇薇，你怎么了，薇薇？原来是沈子墨和一个年轻道士。沈子墨看到张薇薇躺在地上，大惊失色，一脸担忧地冲过去，将张薇薇抱在怀里。就在这时，张薇薇恰好醒来，她看到沈子墨的一瞬间，忍不住将双手搂上他的脖颈，嚎啕大哭。墓碑上的两尊雕像终于活了过来，年轻和尚跳到地上，尴尬地挠了挠他的光头。老道士脸皮比较厚，甩了甩拂尘，对着张薇薇说道：“姑娘莫怕，那些妖物已经被老道赶走了。”沈子墨的身体有瞬间的僵硬，他松开张薇薇，狐疑地看着老道士：“妖物？什么妖物？”张薇薇对着老道士使了个眼色，哽咽着说道：“白天我看明珠的墓碑被人搞得一塌糊涂，特意叫2个大师来给明珠超度一下，想让她走得安心一点。结果……呜！”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张薇薇，沈子墨有点心疼。薇薇，怎么了？这时，公墓的大门处又传来了一阵汽车轰鸣声，这是又有人上山了。妈耶，这大半夜的，比过年还热闹。薇薇姐，沈子墨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弟带着个老和尚和张薇薇、沈子墨大眼瞪小眼。2道士、2和尚、2年轻、2老头，刚好可以凑齐一桌麻将。众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还是沈子墨率先打破了沉默。我和薇薇是来给明珠超度的。我弟不高兴了，皱着眉头板着脸，超度啥？我姐这明显是含冤而死，应该招魂。待会儿见到她，我得问问她，到底是谁欺负她了。你弟倒是有点脑子。陆星河双手抱胸，站在树枝上，看着我弟请来的道士在那边像模像样的做法。我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我不能直接现身吗？想个办法让他们可以看得到我。陆星河摇了摇头，人鬼殊途，你想和家人面对面没那么容易的。按照你现在的鬼体，和人对话1分钟，就会被他们身上的阳气冲死了。再等等吧，你先认真的按照那本书上的修炼。陆星河安抚地摸了摸我点头，柔声地安慰着我。我突然觉得当鬼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活着的时候我连陆星河的面都见不到。看着近在咫尺的爱豆，我的鬼声头一次出现了幸福感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年轻道士一声大喝，现场安静如鸡。鉴定完毕，在座的4位全是骗子。明轩、子墨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今天太匆忙了，我看各位大师都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回去商议一下，也好让几位大师准备的再充分一点。张薇薇柔声的开口，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像来时一样，3伙人又匆匆的走了，留下失望的我和陆星河。就这，陆星河捏了捏我的脸，别看戏了，抓紧修炼。修炼的过程枯燥又无聊，陆星河化身成最严厉的老师，我稍微一走神，就拿手中的细棍子抽我。鬼是不用睡觉的，不会困，不会累，所以我就这么被迫修炼了一整晚，直到东方发白，太阳微升。我应该是有点天赋在修炼上的，经过一整晚的努力，我的一根手指已经能凝聚成型了。陆星河说，这根手指已经可以触碰到人世间的万物了，再修炼3天，便可以人前显形。白天空气中阳气太重，不利于修炼。陆星河去和公墓最西北角的大爷下棋了，我便躲在树上偷懒。没想到张薇薇又来了，这次带着一大一小2个道士。上次的道士是穿黄袍的，这次的是一身朴素的蓝衣服。老道士脸庞干瘦，但是一双眼却金光四射。他朝树上的我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心悸。大师，这就是我的那个同学，他死以后，她的男朋友爱上了我，因为这个，他开始疯狂地报复我们，好几次差点将我们害死。求求大师帮帮我们，也帮帮我同学，他生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做下这么多恶事，他肯定也很痛苦。张薇薇红着眼眶，面容凄婉，声音哽咽。明珠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和子墨在一起，可是你已经走了，活着的人总要活下去。他在放什么狗屁？为什么要这么污蔑一个鬼？我生气地从树上跳下来，想对着张薇薇试用一下昨晚练成的一阳指。只见那个老道士从怀里抽出一根细柳条，对着我就挥了过来。孽障受死！啊！柳条抽在身上，我只觉得像被火燎到一般，这种痛苦直击灵魂，瞬间就痛得我神志不清，意识也开始模糊了起来。老道士好像能看见我，我躲到哪儿，他手中的柳条就抽到哪儿。就这样挨了3鞭子以后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形体都变得模糊了，我快要魂飞魄散了。明珠，快跑！关键时刻，陆星河赶了过来，还有帮手，居然是个鬼修徒儿，布阵法。老道士对上了陆星河，现场瞬间阴风四起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我跌跌撞撞地朝外跑去，心里充满了毁天灭地的恨意。活着的时候因张薇薇而死，没想到死了还要被她再害一次。刚刚还一片晴朗的天，瞬间变得乌云密布，我疯狂地撞着那层透明的壁垒，却怎么也出不去。
心悸的感觉越来越强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如果等小道士布完阵，我和陆星河就完了。就在这时，陆星河摆脱了老道士，朝我飞奔而来。齐明珠，我带你走。意识模糊中，陆星河低下头稳住了我，有颗珠子进到了我嘴里，温暖清香，蕴含着无穷的能量。我能感觉自己受的伤恢复了很多，身上也没那么痛了。我们出来了。双唇相接的一瞬间，那片屏障就不存在了。我和陆星河躲在一把黑色的雨伞里，他好似也受了不小的伤，嘴唇苍白，脸上甚至布满细碎的纹路，就像一个快要裂开的精致瓷娃娃。明珠，你将鬼丹在身体里运转3周，可以帮你疗伤。我按照陆星河的话做完，果然感觉伤势好了很多。好了，现在将鬼丹还给我。还给他？怎么还？刚刚情况紧急也没多想，现在看到陆星河近在咫尺的俊脸，我不由得有些晕眩。我要亲我粉了10年的爱豆了。天哪，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，怕被老婆粉们骂死。要不是时机不对，我真想仰天大笑3声。陆星河看着我变幻不停的脸色，皱了皱眉，一只有力的手掌按上了我的后脑勺，将我的唇往陆星河的唇上贴去。鬼丹又回到了陆星河的身体里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刚才那种全身充满了力量的状态一下子就没了。和陆星河在雨伞里熬到了天黑，我带着陆星河直奔我家。爸妈好似不在家，只有我弟在房间，不知道鼓捣什么。我和陆星河一进我弟屋就被镇住了。大晚上的他也没开灯，本来明亮温暖的卧室被他搞得像道场一样。窗户边上立着一个1人高的招魂幡，书桌上放着一块我的木头牌位，牌位前还燃着3炷香。我弟在床上铺满了我生前的东西，我最喜欢的裙子，我的手链，我最爱看的书，而床的正中间是一张陆星河的巨大海报。我弟手中拿着个大号的铃铛，对着我的牌位不停地摇晃，秦明珠魂归来兮，魂归来兮。这个傻子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他以前是最怕鬼的，快20岁的小伙子，睡觉都不敢关灯，一看恐怖片就哆嗦，去鬼屋玩能当场吓掉他半条命。我最胆小的弟弟现在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漆黑的房子里，对着我的遗物招魂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突然对着自己的头顶和肩膀上拍了3下，拍完好像不太满意，又将手伸入放在桌上的脸盆里浸湿，重新又拍了一遍。陆星河一脸问号地看着我弟，他在干嘛？我红着眼眶看着我的傻弟弟。我们小时候听爷爷说鬼故事，爷爷说人的头上和肩上有3把火，那火可以保护人不受鬼的侵害，所以半夜不能去拍人家的肩膀，把人肩膀上的火拍灭了，鬼就跟上来了。他是在拍自己的那3把火呢。我弟喊了半天，房间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沮丧地蹲在地上，将脸埋在双手中间，隐约地从手指缝中传出小狗一样的呜咽声。我心里又酸又涩。我弟1米8几的个子蹲在地上，高高大大的一团，我却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他，小小的一只，成天跟在我屁股后头，姐姐长姐姐短的喊。我的小男孩长大了。陆星河可能是想到了他的家人，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清朗的声音还带着一丝哭音，愣着干啥？还不去对电脑使出你的一阳指？我一呆，随即欣喜若狂地冲向我弟的电脑桌。对呀，虽然我只有1根手指可以用，但是我可以打字啊。安静的房间里，只有键盘噼里啪啦地跳动着，像有双无形的手在上面手指翻飞的打字。下午受伤了，我的一阳指显不了形，只能勉强地碰到键盘。我弟狐疑地抬起头，然后嗷的一嗓子尖叫，噌的一下跳到了桌子上。卧槽，鬼呀！傻轩，别怕，是姐姐，我回来看你们了。我弟视力从小就好，我又把字体调成了最大，所以他能清晰地看到屏幕上逐字逐句闪现的话。姐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？我弟颤抖的声音里满是期待和不可置信。确认真的是我以后，我弟冲过来抱着电脑椅嚎啕大哭。走远点，你身上的火差点冲散我的魂魄。我弟抽抽噎噎的退后。姐，你当了鬼咋还是这么没用？这小兔崽子，一人一鬼无障碍的用电脑沟通着。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呢？一根手指写不了字，但是可以敲键盘敲得飞起。当看到是张薇薇害死了我时，我弟噌的一下从地上跳起来，身上本来平息的火焰长得能有2米高，差点再一次烧到我。卧槽，我现在就去弄死他！说完他就夺门而出，将电脑屏幕和我留在了屁股后头。这傻子，偶像怎么办？我焦急地跟在他身后，却不敢伸手去碰他。陆星河也是一脸担心，他下午受了很重的伤，还没疗养好，也没法去拦住我弟。我们俩只能飘在我弟身后干瞪眼，一路看着他跑进了神子墨住的小区。张薇薇，你这贱人给我出来！我弟将神子墨的房门拍得震天响，很快的神子墨就打开了房门，一脸错愕地看着我弟。明轩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弟一把扒拉开神子墨，对着闻声走过来的张薇薇就是一巴掌。张薇薇被打得一个趔趄，转身就摔在了地上。她坐在地上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弟。明轩，你打我！神子墨抱着我弟的腰，他还在那疯狂地挣扎。卧槽，张薇薇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女人？
害死了我姐，居然还装无辜，还抢我姐男朋友，我爸妈还给你准备了嫁妆，妈的，你是怎么有脸活在世上的？老子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，替我姐报仇！我在一边急得跳脚，亏我以为她长大了，没想到这狗脾气是一点儿也没变。秦明轩，你冷静一点。沈子墨看到张薇薇被打，也很生气，他用力地推开我弟，伸开双手将张薇薇护在身后。你是不是听信什么谎言了？薇薇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，她绝不可能伤害明珠的。我姐亲口告诉我的。那天是张薇薇被小偷侵犯，她打开房门去救张薇薇，结果张薇薇却自己跑进房间锁上了门，我姐才死的。她才是凶手。沈子墨震惊地看着我弟，嘴唇呢喃半晌，终于颤抖着发出几个字：我不信，不可能。对，明珠已经死了，她怎么告诉你的？这时张薇薇也清醒了过来，对着我弟哭喊：明轩，你这是听信了谁的话？这是要冤死我呀！明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害死她？明轩，你为什么相信别人也不相信我？你这样我实在是太难过了。我抚着额头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这都什么和什么？我弟这个傻子，他这么冲动，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。说好的徐徐图之呢？哎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傻傻的了，这不怪你，原来是遗传。陆星河叹了一口气，将手搭在我肩上，这个女的心狠手辣，你弟这下打草惊蛇了，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。动静闹得太大，对面的住户报警了。我弟3人都被带到了警局，一个老警察对着我弟面露不满，就算按照你说的情况，他也算不上杀人凶手，他也是受害者。看在这小姑娘不计较的份上，你们签了调解协议，这事儿就算了，不然按照你这巴掌，肯定是要拘留的。我弟发出一声讥笑，受害者？我姐死了，他这个受害者凭什么好好的活着？沈子墨听到这话，捏紧了拳头站了起来。秦明轩，你够了没有？你姐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3年了，她没了，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过。你凭什么把愤怒发泄到薇薇身上？这么多年，她心里其实比谁都难过，你懂吗？张薇薇半靠在沈子墨身上，看起来哭得快要站不住了。明轩，你这样误会我比让我死了还难受。明轩，你这是被谁骗了呀？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怒喝一声：秦明轩，你给老子滚回家！我弟全身一震，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来。片刻后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脸上滚落，他胡乱地抹了2把脸，朝着门口飞奔而去。陆星河吃惊地看向我，卧槽！秦明珠，你真是绝世天才，这么快可以沟通阴阳了。我迷茫地看着他，什么沟通阴阳？刚刚我就是很着急，很担心，然后想到书本里的修炼方法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我弟身上。傻丫头，你可以和你弟弟还有爸妈对话了。陆星河开心地揉了揉我的头发，眼神里盛着满满的宠溺。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宠粉的爱豆了吧？客厅里，我弟将我爸妈按在沙发上，把他的招魂幡从卧室抗出来立在一边，然后双手沾满水，在我爸妈头上迅速地拍了3下。这套动作忙活完，他又一拍脑门，冲去关掉了所有的灯。我爸妈一脸懵逼的摸黑坐在房里，臭小子，你发什么疯？爸妈，我招魂把姐姐招回来了。招你娘的头！我看你是……我爸一巴掌拍上我弟的头，还没骂完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爸妈，是我，你们的囡囡回来了。黑暗中能清晰地看到我爸妈身形一僵，囡囡，是你吗？囡囡。我妈颤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，她娇小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，像是极力地在控制情绪。明珠，是我的明珠回来了。我爸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才模糊着发出几个音节，他剧烈地喘息着，按着胸口的手抖得不成样子。呜呜！陆星河捂着嘴，哭得比我还大声。什么？气死我了！我爸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转头就要冲出门去找张薇薇算账。哎爸，你冷静一点！我弟和我妈拼命地抱着他的腰。果然，性格都是遗传的。劝导了半天，我爸瘫坐在椅子上，剧烈的喘气，脸色涨得通红。这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明珠可不能白死。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细细的商讨，有争吵，有欢笑，就好像我活着时那样。真好啊，在我死后还能过上这种日子，就像做梦一样。这一切都多亏了陆星河。对上我感激的眼神，陆星河轻轻地眨下眼睛，长桥的睫毛像一只蝴蝶的翅膀，在我的心湖上扇起了一阵涟漪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家里来了个意想不到的访客。张薇薇带着个一身西装的年轻男子来到了我家。叔叔阿姨，这位是奔驰店的销售经理，咱们上次见过的。年轻男子对着我爸妈就是一顿热情的彩虹屁。吹完以后，终于进入了正题。秦先生，秦太太，上周不是说要买一辆 S450吗？本来约好是今天上午来提车的，我看您一直没来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这才上门来问一下。我爸一拍脑袋，他把这事儿忘了。一早上，他为了让我和陆星河安心的住在家里，跑去木材市场买了很多槐木，槐木阴气重，非常适合鬼物寄宿在上面。我和陆星河诧异的看着张薇薇，果然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他居然还不忘记上门来要车。不好意思，那车我们不要了。张薇薇瞬间急了，叔叔阿姨，不是说这是送我的陪嫁吗？走，我弟在一旁翻了个白眼。张薇薇，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我不许你这么说，薇薇。
沈子墨匆匆地赶到，将眼眶通红的张薇薇护在怀里。明珠和我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不管你们接不接受，我都会和薇薇结婚的。薇薇她是我遇到过最善良、最温柔的女孩，明珠没了我也很难过，但是你们把气撒到无辜的薇薇身上，又算什么？躲在一边阴暗处的陆星河拍了拍我的头，找男朋友和找朋友眼光都这么不行。最后，张薇薇和沈子墨是被我妈拿扫把赶出去的。销售经理一脸兴奋地站在一边看戏，车没卖出去，戏看了一大场，回去还能和同事八卦一番，这一波不亏。我和陆星河安心地在我家住了下来。我爸财大气粗，香料都是买最贵最好的，还专门雇了2个人从早到晚的烧香，一个白班，一个晚班。至于那些滋阴养鬼的物件，更是不计成本的买，恨不得我1天时间就练成鬼王。在无数香火蜡烛的供奉下，我和陆星河修炼得飞快，没几天就养好了伤势。张薇薇安静了几天以后，终于忍不住了，给我弟发了条信息，说她知道我的鬼魂出现了，希望能和我见一面，认真的给我道歉。姐，肯定有诈。我想起那个老道士还心有余悸，张薇薇这人心眼这么小，摆明了是要报复。没事儿，咱们将计就计。到了晚上，我和陆星河还有我弟如约到了开发区一个废弃的大厂房内。张薇薇一个人站在那儿，楚楚可怜地看着我弟。明轩，你姐姐来了吗？我能不能和你姐姐说说话？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已经能现出一个隐约的轮廓了。张薇薇，你要和我说什么？张薇薇全身一震，抬起头露出一个诡异的笑。秦明珠，没想到你死了还是这么蠢，居然真的敢来。我弟一脸紧张地护在我身前。卧槽，张薇薇你什么意思？明轩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杀人可是犯法的，但是杀鬼可就不一样了，警察可管不到。张大师，出来吧。张薇薇拍了拍手，漆黑的角落里果然走出来2个人影，正是上次在墓地出现过的那个老道士和他徒弟。张薇薇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做鬼了你都不肯放过我。我对着张薇薇大喊，哈哈，笑死我了。秦明珠，你不会以为自己对我很好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给我交学费，给我买衣服，买零食，全部都是因为看不起我。凭什么都是村里出来的？你爸妈就赚钱买别墅，我爸妈就要打一辈子工。我妈扫大街1个月赚的钱，你买件衣服就没了。你和我当朋友，不就是用我来衬托你吗？我呸！虚伪，恶心！你用我的尊严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不会真以为自己很善良吧？哈哈哈，笑死人了！我弟在一边气得快吐血。张薇薇，你有毛病吧？我姐可是为了救你才死的。张薇薇积压了一辈子的怨气和不满，仿佛都在此刻释放出来了。她转过身，对着我弟咆哮，这是她自己蠢。那个小偷根本不想杀人的，只是占点便宜。要不是他冲出来打那个小偷，他自己也不会死。我躲回房间是为了自保，是他惹怒了小偷，差点害死我们。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我也被小偷砍死了。这个害人精，差点害死我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救了我。我弟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伸着手指在那边你了半天。张薇薇，没有我你就被那个小偷侵犯了。张薇薇对着我的方向瞪过来，眼神像淬了毒。呸！被侵犯也好过没命。秦明珠，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，做人的时候蠢死，做鬼了也一样蠢死。张大师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动手啊！我要他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老道士动手了，原来厂房内早已经被他布置了阵法，只见他将一根旗杆插在地上，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陡然升高。明轩，动手！就在这时，门口乌泱泱地冲进来几十个人，伴随着一股非常刺鼻的臭味。啪！旗杆上被泼上了一大滩粪水。啊！我的降妖拂尘，我的百年桃木剑，我的五帝钱！屋子里响起来老道士凄厉的惨叫声。我和你们拼了！双拳难敌四手，虽然老道士有一点身手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我弟叫来的人又全是20多岁的半大小伙子，有的是力气。粪水最是污秽，再厉害的法器被粪水一浇，马上法力全无，成为俗物。我嫌弃地飘上半空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化粪池的味道。偶像，这招好是好，就是太脏了。张薇薇傻傻地瘫坐在地上，身上被人泼了好几桶粪水。预想中的人鬼大战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老道士也不嫌脏，拉着张薇薇的衣服拼命地喊：“你赔我的法器！这都是我祖传的法器呀！”就这么毁了，全毁了。这场闹剧结束以后，张薇薇彻底的安静了。她的依仗没有了，听说赔了那个道士好几十万，差点掏空沈子墨的家底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和沈子墨解释的，婚礼还是如约举行，不愧是真爱。结婚这天，我和陆星河附在我弟脖子上挂的槐木项链上。今天我要送张薇薇一个大礼。婚礼办得很热闹，张薇薇和沈子墨的亲朋好友都来了，我还看到了非常多的老熟人。我和张薇薇当了闺蜜这么多年，社交圈重合的部分很多，好几个来参加婚礼的同学都是我曾经比较要好的朋友，可以说在座的人没几个是不认识我的。喂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可以看到我们帅气的新郎已经站在了台上，在这儿等着他美丽的新娘了。司仪刚刚讲完话，
全场寂静一片。就在这时，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亮了起来，张薇薇愤怒的咆哮声清晰地传入众人的耳中。哈哈，笑死我了！秦明珠，你不会以为自己对我很好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给我交学费，给我买衣服、买零食，全部都是因为看不起我。我弟那天全身都戴满了高清夜视摄像头，这段视频我们又请了专业的人员剪辑，所以张薇薇的脸孔非常清晰地出现在了大屏幕上，那些话更是一字不落的全部播完了。视频放完了，现场依然一片寂静，大家震惊地看着屏幕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弟跨上舞台，拿过了司仪手中的话筒，喂，相信大家都认识我，我是秦明珠的弟弟秦明轩。今天借张薇薇的婚礼和大家澄清一件事。3年前我姐死的那天，是张薇薇半夜去上厕所，遇到了见色起意的小偷。我姐听到动静以后，跑出房间来救她。趁我姐和小偷扭打在一起时，张薇薇跑进自己房间反锁了门，我姐就这样被小偷杀了。好了，事情也解释完了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婚礼。下面我们可以再欣赏几遍视频。全场哗然。卧槽！张薇薇不是说她救了秦明珠吗？卧槽，张薇薇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什么？张薇薇妈妈扫大街的？他妈不是公务员吗？张薇薇这人比较爱炫耀，当初我死了以后，她反复的和同学、朋友们诉说她是怎么救的我，怎么发现奄奄一息的我，怎么吓跑了小偷。总之，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勇敢、善良、坚强、聪明的形象。当初的塑造有多成功，现在的反噬就有多严重。沈子墨妈妈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所有的人都在那大声的讨论，热闹的差点掀翻屋顶。张薇薇苦心经营多年的形象，在这一刻灰飞烟灭，身败名裂，说的就是如此吧。我的仇报完了，陆星河也要去投胎了。地府鬼魂众多，现在的人间生育率又很低，所以投胎很难，有些鬼等了几十年都轮不到投胎。我和陆星河站我的墓碑前，当初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。哭啥？陆星河像往常一样揉了揉我的头，我走了以后，你还是要好好的修炼，免得被其他厉害的鬼给欺负了。人间术法高手很多，你尽量不要乱跑，小心被哪个道士收了去。记得和鬼差打好交道，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留个好点的投胎位置。回去吧，鬼差晚一点就会来我的墓前找我了，别来送我，我不喜欢这场景。我扑进陆星河怀里，抱着他的腰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陆星河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爱豆，也是我最灿烂的青春。好了，乖，回家吧。一阵风吹过，陆星河就这样消失了。我呆呆地保持着双手环抱的姿势，心一抽一抽的疼。姐，你笑一个呀。现在的我已经能显形了。我弟看着我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拼命的想逗我开心。沈子墨和张薇薇退婚了，张薇薇的工作也没了，现在大家全在说她的事情呢。原来她这么会吹牛，对别人说他妈是公务员，爸爸是银行的。我听人说沈子墨还不同意退婚呢，差点和他爸妈断绝关系。后来他爸说如果继续和张薇薇在一起，就取消沈子墨的继承权，他这才分的手。你咋没反应？报仇了也不开心？我将头埋在膝盖上，不理他。哎呀，谁砸我？我抬起头，对上一张极为灿烂的笑脸，这么没用，一点都不像我的粉丝。陆星河站在那儿，眼角眉梢都是笑意。我把投胎的名额让给人家了，现在和你一样要重新排队。他伸出双手看着我，挑了挑眉。我跳起来冲过去，一头扎进他的怀抱。